检测到宿主正在修炼，产生高强度经脉反噬与高温灼伤，正在启动因果商转。当前绑定仇敌赵虎，仇敌恶意值较高，伤害转移比例70%。好热！灵力为什么会再次灼伤我的经脉？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没有练功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装什么死？你不是极品灵根天才吗？怎么跳个水都跳不动了？虎哥，你可别把咱宗大宝贝给踢坏了呀！人家以前可是100年难遇的极品火灵根呐！呸！我看是上火的火吧？你要黄不黄啊？别人练火球术那是掌心冒火，这病火练火球术，火灵力失控，差点把自己给活活烧死，这也配叫天才？说话呀，哑巴了！3年前你不是挺狂吗？现在你就是条狗。去，把西边那3头烈焰猪的粪便清了，再把爷的衣服洗了。要是做不完，今晚有你好看！100年罕见的极品火灵根天才，我宗门后继有人了。好，我去。换你识相，杂役峰就是你这种废物的坟墓！什么狗屁极品灵根，在这儿，老子才是天！赵虎欺人太甚，这笔账我会让你加倍还的。哪怕灵脉薄成纸一碰就碎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我不甘隐忍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欺辱我的人全都拉下地狱。李火，别在这儿装样子了。那边有一座废弃的丹炉，里面积压了大量残余火毒，上面吩咐让你去清理干净。清理废丹炉，这是死差事。废丹炉的火毒连外门弟子都不敢靠近，我这身子去了，根本就是送死。怎么，你想抗命？这是赵虎亲自向上面举荐的你，他说你曾是极品火灵根，对火毒免疫。你要是不去，现在就滚出千妖宗！借刀杀人，赵虎这是想借废炉的火毒彻底弄死我。我去。火毒在往我身体里钻，经脉像被烧红的针插穿了，好痛！我不甘心，若天道不公，我便逆了这天道；若修仙要完好肉身，我便撕裂这具肉身，用仇人的命填我的通天大道。检测到宿主濒死，极度不甘与复仇意志达标，正在绑定因果商转系统，绑定成功。检测到强烈欺压因果与致命敌意，正在扫描仇怨目标。当前最强烈敌意施法，吞服危险丹药受到反噬时所承受的身体损伤与副作用，可按照比例转移给指定仇人。因果商转系统把伤害转移给仇敌，灼烧感消失了大半，这致命的伤害被抽离了，顺着因果线传到了赵虎那里。我的经脉，火好烫！救命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火毒？好烫！欺负我不能修炼，笑我经脉脆弱。从今天起，我修炼受的伤，全由你们来扛。有了这因果转伤系统，你们就尽情恨我吧。越想弄死我，我能转移的伤害就越多。就是因为以前极品火灵根吸纳灵气太猛，才让我经脉几乎寸断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我这废材到底能不能修仙。检测到宿主正在修炼，产生高强度经脉反噬与高温灼伤，正在启动因果商转。当前绑定仇敌赵虎，仇敌恶意值较高，伤害转移比例70%。好热！灵力为什么会再次灼伤我的经脉？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没有练功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热量真的只剩下了3成，这温度跟泡温泉一样舒服。成了，3年了，老子终于凝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团火。赵虎，你这份护道之恩，我离火记下了。能没听说吗？那惨叫声，大半个杂役峰都听见了。听说好像是走火入魔了，经脉被烧伤了一大片。活该！他平时仗着自己块头大，天天抢我们的口粮，连女杂役都不放过，这是遭报应了。开
看什么看？都活腻了是不是？李火，你个丧门星，肯定是因为昨天老子让你去扫废丹炉，沾了你这个废物的晦气，老子晚上才会走火入魔。虎哥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哎，顶嘴！检测到仇敌赵虎产强烈的欺压行为与恶意，恶意值增加，当前伤害转移比例提高至80%。还能这样？如此说来，只要让他继续欺负羞辱我，伤害转移的比例还能提升。虎哥，你昨天不是让我去扫废丹膏吗？我没死，也扫干净了，我没有晦气啊！你还敢提昨天？用点烈虎子，没吃饭吗？恶意值增加，恶意值增加。废物！今天西风的灵兽粪便你全包了。85了，赵虎，希望今晚你能扛得住。陪了李火一顿，心情都顺畅了。虎哥，多吃点肉。那个李火今天被您教训的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真是解气。哼，一个经脉全废的垃圾，老子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火球术已经没有挑战了，这本难度更高的控火诀，换做以前简直想都不敢想，哪怕是修炼奇才也得循序渐进。但是现在嘛，嘿嘿，控火诀。虎哥，你怎么了？虎哥，虎哥，你说话呀！不好了，来人啊！虎哥废了！这是灵力暴走，经脉彻底焚毁了。赵虎这辈子怕是无法修炼了，岂止是无法修炼，下半辈子估计都只能躺在床上了。是他。李火一个连灵气都聚不起来的废物，能把你一个炼气3层的打得尽断，明显是你自己偷练了什么邪门功法，遭了反噬。赶紧把这废人扔到后山去，别留在杂役峰占地方晦气。昨夜只强行运转了2次控火诀，直接就把赵虎干废了。这第一任血包的质量真不咋地。如今赵虎没办法继续扛伤害了，我该上哪儿去找新的血包呢？是那个炼气6层的外门天才周烈！天哪，他怎么会来臭气熏天的杂役峰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3年前轰动一时的极品火灵根天才李火李大少爷吗？当年柳青霜对我暗生情愫，被他莫名当成了情敌。来了，没想到新血包这么快就来了。怎么不说话？当年你不是很狂吗？不是连看都不屑看我一眼吗？废物就要有废物的觉悟。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算一脚踩死你，宗门也不会有人为你这个连火球都搓不出的垃圾说半句话。检测至强烈欺压因果与致命敌意，扫描仇怨目标。当前目标：外门弟子周烈，炼气6层，目标修为较高，抗伤能力极强。当前伤害转移初始比例40%。装神弄鬼的废物！半个月后的外门比拼，杂役峰也要上场比试。你最好祈祷别分到我的擂台，否则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天才。炼气6层，体魄强健，这可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极品的成伤血包啊！正好下午要去清理废金阁，我可得好好找一本对得起这个新血包的功法呀。第一转，焚烧气血；第2转，焚烧皮肉；第3转，焚烧经脉。妙啊，妙啊！无人扶我青云志，我踏仇家至巅峰。分脉3转诀，第1转，焚血。半个月后的外门小比，您一定能大放异彩，夺得头魁，进入内门。那是自然，外门这群酒囊饭部，谁能接我3招？好疼！我的血，我的血在烧！炼气1层、2层、3层，3层巅峰。周烈，半个月后的外门小比，希望能扛得住我的第2转。杂役峰李火，报名参加外门小比。
我没听错吧？连这个都有个废物要参加外门小比，这不是杂役峰那个烈火球差点把自己烧死的废物吗？是嫌杂役峰的泔水不好喝，想来擂台上找死吗？滚！杂役来凑什么热闹？宗门规定炼气3层才有。炼气3层，巅峰，这怎么可能？6号擂台拿好。装神弄鬼的垃圾，待会儿老子都要看看你在擂台上是怎么求饶的。第一战，外门弟子王猛对战杂役弟子李火。小子，我不管你靠什么邪门歪道练到了炼气3层，但老子可是炼气4层，识相的自己滚下去，免得脏了老子的手。比赛开始，死吧，废物！一招还是越级秒杀？那真的是最基础的火球术吗？李火胜，下一场外门周烈对战杂役峰李火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当初他可是连灵气都无法承载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发出这么完美的火球术？他一定是用透支生命的邪法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周烈师兄上台了，这下这冰火死定了。周烈师兄可是外门前10的高手。李火，你这种垃圾也配和我同台竞技？今天我就当着全宗的面废了你那点可怜的修为。废物就好好当废物，别妄想能有咸鱼翻身的一天。检测到仇敌周烈产生极度怨毒与杀意，恶意值大幅提升，当前伤害转移比例提升至95%。只会装神弄鬼的垃圾，给老子死来！不好，那是禁术！这小子疯了，他这是要自爆经脉，同归于尽。转脉3转诀，第2转焚肉。我的经脉，我的灵海，好烫啊！你刚才说要废了谁？杂役峰的冰火废物打废了外门天才周烈，这还是人吗？还有谁想来教训我？放肆！韩长老，胡闹！擂台比斗，受点伤在所难免。何况李火乃是我青阳宗100年难遇的极品天才，这3年不过是隐忍修炼，何来邪魔歪道之说？忍？哼，这瞎话连狗都不信。闭嘴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敢跟宗门天才这么说话？李火，这3年宗门对你疏于照顾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你今天证明了自己，走，随本长老去青岩殿，本长老有天大的好事要赐予你。遵命。好事，当年就是你这个老痞子将我踢到了杂役峰。李火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本长老打算破格收你为亲传弟子。不过，只要你乖乖交出你修复经脉、强行拔高修为的那个小秘密，从今往后外门资源任你挑选，如何？韩长老，3年前我跪在您殿前3天3夜，求您赐我一颗护脉丹。您当时说的可是宗门的资源不养废狗啊？你确定要如此不识抬举？弟子修为低微，若是没有其他吩咐，弟子还要回杂役峰扫猪粪。既然给你脸不要，本长老便先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听，检测到强烈夺宝杀意与致命因果。目标修为目标无法造成一击必混，其目标消耗与寿元消耗将100%由目标承担。筑基中期啊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顶级血包呀！最主要的是损伤与寿元消耗全让韩老狗买单，我只需要扛住肉身的痛楚，这笔买卖怎么看都划算。杂役弟子李火，性格桀骜，不服管教，特罚其前往外宫禁地禁法楼清扫外围残阵，为期3个月，没有守守，不得踏出半步。禁法楼那可是咱宗门最危险的地方，听说进去待半天就会神志不清，爆体而亡啊！这李火怕是又得罪了什么大人物了吧？这李火不会是吓傻了吧？唉，李火，随本执事走吧。这就是禁法楼。
碎魂指，修炼时出现神魂刺痛的反噬。不行，神魂刺痛对筑基期来说不痛不痒的。枯血功，3年后气血枯竭，不行，太慢了。血火燃烧，以寿元为柴，换取跨界战斗的极致爆发。每燃烧10年寿元，可维持1刻钟筑基期战力。副作用是修炼不慎会血虚而亡。而9阶火身凝聚雷火肉身，可雷劫伤害极高，9死1生。恐怕一般人是扛不住如此恐怖的雷劫。先试试这血火燃烧术吧。好啊！韩老狗，这份大礼你可得接好了。给我燃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修闲顶级禁术，警告：开法术将产生寿元剥夺，因果商转系统启动，当前绑定仇敌韩烈，筑基中期，系统已锁定目标，开始转移。算算时间，那小子在那儿也待了1天了，以他炼气3层的修为，这会儿恐怕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吧？到了本长老嘴边的肉，还从来没有飞走的。好疼，感觉法力被抽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，我的本源，金法怎么能这样灌入我的脑中？是谁在暗算本我？韩老狗，不知这滋味，你满不满意？10年，整整10年寿元。老子闭关苦修20载才延寿30年，一夕之间竟被凭空抽掉了10年！是那个小子，他肯定是练了什么妖术。虽然没有直接弄死那老狗，但他现在恐怕已经急得要跳墙了吧？而且，在筑基期那种庞大的灵力冲刷下，我的经脉被极大程度拓宽了，如今已经有了炼气9层圆满的修为了。筑基指日可待。离火，你涉嫌修炼妖术，暗害同门长老，跟我们走一趟执法堂。检测到执法堂群体产生强烈敌意与欺压因果。已锁定当前众人，共计8名仇怨目标。带走！群体伤害转移系统已激活，当前可将受到的反噬与伤害均匀分担至所有标记目标身上。离火，真没想到，你一个杂役峰的废物，竟然能把本长老逼到这一步。交出你在禁法楼得到的，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；否则，这执法堂的108道酷刑，本长老让你挨个尝一遍。看来我送您的那份10年大礼，您收得很满意啊！果然是你这个小畜生！给我打！动用一切手段，我要他生不如死！打吧，再狠一点！群体仇敌恶力值95，骨头挺硬吗？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阵法硬！韩老狗，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强行突破筑基，即将产生致命的丹田碎裂与经脉爆裂反噬。因果商转系统启动，转移比例95%。我的丹田碎了，长老，救救我！韩老狗没有亲自行刑，倒是让他逃过一劫。这就筑基期了，筑基期了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韩长老，你们这执法堂的刑具真好用，以后我要是想突破金丹，一定再来找你们帮忙。金丹修士得了点奇遇就敢屠杀同门长老，谁给你的狗胆？掌门，救命啊！掌门，这小子修炼魔道禁术，吸干了我的寿元，快宰了他！这离火体内的极品火灵力怎会如此精纯，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真是太完美了。离火啊，这3年是宗门高层被蒙蔽了双眼，让你在杂役峰受了委屈。你能隐忍3年1招筑基，证明你不仅灵根极品，性情更是倔强。你的苦难过去了，本座马上立你为护宗首席弟子，从此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如何？别信他可不是要培养你练成突破金丹中期的要引。离火，掌门修炼已出了岔子，急需你这样的极品灵根来中和。你若想活命，就趁机快逃。掌门大人这番操作，弟子真是受宠若惊。不过你想从我身上夺造化，可你要做好提前入土的准备哦。放肆！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本座清理门户。全宗听令，拿下这个逆贼！来得好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弟子今日就请宗门的各位一起渡个劫，练练体魄。那是
不可能，他才刚刚筑基，怎么能够引来雷劫？不是只有突破金丹期才会引来天道惩罚吗？检测到宿主正在强行引动天雷，警告：该天雷威力超越宿主承受极限，因果商转系统满载启动，敌意目标掌门赤炎真人以及1300名弟子，万敌分担模式已激活，将雷罚伤害按修为靠地100%转逐给所有敌意目标。雷狼！你在找死！快退开！别杀了我的火灵根！击倒我！我不要跟水遁挡住的天雷！太爽了！你们不是要抓我吗？怎么一个个都躺地上？掌门，这天雷的味道够不够劲？你这个妖孽！快，跟我走！青阳宗这3年的照顾，我离火记下了。今日我叛出宗门，他日我必当以尽数清算一切因果。你们就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吧！师姐，你撑得住吗？死不了。赤炎真人虽被你引来的天雷重创，但他毕竟是金丹期大修士，等他稳住伤势，定会出动全宗力量追杀我们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血火秘境。师姐为何帮我？我不记得我们有过任何交情。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没有你，我就是赤炎真人审定的下一个炉点。我一直在找机会逃出青阳宗。这倒是符合赤炎老狗的做法。罢了，先带着。万一他对我产生敌意，倒是又是一个上好的血包。师姐要跟着我一起吗？血火秘境可是东荒最臭名昭著的魔道禁地，充斥着极端的血煞火毒。正道修士进去，不出半日就会被火毒侵蚀，神智发狂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对青阳宗那些正派伪君子来说，那是死地。好，天堂，我离火来了。你在秘境内太危险了，在这岩洞布下敛息阵，封闭6诀疗伤。去前面探探路，我闻到了顶级禁术的味道。3000年了。老姐，我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整整3000年，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竟然送来了一具如此完美的雷火肉身！好霸道的血煞威压，绝对超越了金丹期。这是元婴还是化神？小娃娃，遇到本座处于魔道巨兽，当年你的肉身老祖笑纳了。等老祖我借尸还魂，必定途进东荒正道。小子，放弃抵抗吧，成为老祖的容器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相信你的火斗宿主星体杀敌与夺舍因果。当前人目标血河老祖残魂状态，该目标企图抹杀宿主灵魂，产生极致恶意。系统判定夺害转移出世比例100%。好一个最大的荣幸！死到临头还如此猖狂，老祖我修炼的乃圣级魔道技术血煞炼魂诀，分享给你个痛快。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老祖我就先将你的灵魂抽丝剥剥，活活炼上7期49天。老东西瞧好了，禁术该这么用。宿主正在遭受血煞炼魂诀的灵魂撕裂反噬，100%伤害转移已启动，目标血河老祖。怎么回事？血煞炼魂诀明明打在那小子身上，为什么反噬会全部作用在我自己身上？我的魂力，我的本源啊！你这老狗，在我这儿，顶多算是个承受反噬的垃圾桶罢了。停下，快停下！跟祖不躲藏，想走，跟祖走，放我出去！客栈吗？就劫回火身！祖宗，我叫你爷爷行了吧？再停下去，老祖我真的要魂飞魄散了！好家伙！我看你刚才那一手血煞炼魂诀挺有意思，正好从今天起，你别叫血河老祖了，就叫血包老魔。你每天的任务就是负责我传授最毒反噬最可怕的魔道禁术，有一点私藏，我就引动天雷给你醒醒神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老魔明白。老娘果然没选错，这条大腿可比赤炎真人有前途。你没事？外面我没事。但你若是出去，肯定不能安然无恙的回来。你的冰系功法在这里撑不过12个时辰，火毒一旦攻心，你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我知道，但我既然选择带你冲出青阳宗大阵，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的事大不了与我无关。离火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这里面有一些灵石和回气丹，顺着秘境西侧的阴风谷走，那里的火毒最弱，以你的修为，半个时辰就能逃出秘境。然后你往北走，去极寒之地，永远别回东荒。至此。我们互救一命。你是在赶我走？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赤焰真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因为你太弱了，并且我的路是一条注定绝世皆敌的修罗道，我不需要朋友，更不需要所谓的红颜知己。这是哪门子道理？没有一反倒要赶我走？拿上东西走，从今往后保你我因果断绝。神经病，活该你一辈子光棍。该好好提升一下这具肉身了。血包老魔，别装死了，给我滚出来！小祖宗有何吩咐？老祖我不，小魔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少废话！我要你们最狠最极端的炼体技术，必须能在短时间内把肉身强度推到极致。
至于反噬和副作用，越恐怖越好。我怎么感觉这祖宗是特意奔着反噬去的？难不成是个 M？ 都说魔修炼禁术不正常，但人家好歹也是为了禁术威能，谁家好人专门奔着禁术反噬去啊？有一门名叫天毒炼体法，此法乃是我魔道3000年前一位疯子大能所创，用天下制毒之物或是绝地中的剧毒灵气来淬炼肉身，一旦炼成，肉身坚如玄铁，百毒不侵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致命毒瘴。但副作用极其可怕，修炼时毒气会直接腐蚀五脏六腑，将内脏化为毒水。那种类春痛比千刀万剐还要惨烈100倍。10个修炼此法的人，有9个半都在第1层就被毒化成了脓水。好一个天毒炼体法，就它了！快把功法传给我。这祖宗还真是个 M。祖宗，小魔感应到远处有正道修士的气息，正在快速靠近。好啊，来得好啊！就是这里了。疯了！这小子绝对是个疯魔。这种级别的毒浆，就算是金丹期修者掉进去，也会在3息之内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检测到宿主正在修炼顶级禁术天毒炼体法，警告：宿主正在遭受毁灭级的丹毒入骨与五脏松弛反噬。赵长老，寻踪盘显示，那叛宗的小畜生就在这下面。跟屁虫也该来了！这小畜生引来天雷重创了掌门，竟然慌不择路逃进了血火秘境的绝命毒渊。掌门发话了，必须抽他的魂来点天灯。真没想到青阳宗的办事效率挺高啊！我正愁没人替我受苦，你们就上赶着来送死了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在绝命毒渊里活下来？李某在此，多谢3位的扫描筹阅目标中，筑基后期，执事2名，筑基中期。天毒炼体法毁灭级反噬开始100%转移，给我练！我的肚子，我的五脏，怎么回事？救命！这小畜生会妖术！这就是天毒炼体的力量吗？唉，可惜3个筑基血包就这样用完了。这火毒虽有人扛，可境界必究是提升过猛，透支了本源精气。小祖宗，你现在这情况可不妙啊！毒渊深处全是剧毒妖兽，你现在精气枯竭，要是遇到一头3阶妖兽，绝对会被撕成碎片的。赶紧打坐调息，小魔传你一套闭气归息的法门。打坐，那得吸到猴年马月去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做饭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祖宗，你真疯了！那鬼面菇还有致幻剧毒，复骨草更是能化掉修士的肠胃。你煮这一锅毒药是想自尽吗？自尽？老家伙，你是不懂我们杂役风的规矩。饿极了的时候，只要毒不死，那就是10全大补汤。这东西怕是打死也没想到，老子的天毒炼体法已成，肉身已能免疫寻常毒素。别人吃这一锅是寻死，对老子来说可是大补啊！舒坦。如今筑基修为已经稳固，寻常人再难对我产生敌意。看来需要将修为压制到炼气境，装一手，才更容易找到下一个冤大头。完美。看这服饰，想必是流云宗的人。该死，这血符煞阵怎么这般难缠？已经折了2个师弟进去了。林师兄，如果不破了这个阵，根本进不了内圈，地脉火莲就跟我们无缘了。谁？这位小兄弟，看你的穿着，应该是青阳宗的杂役弟子吧？是的，上宗大人，我本来是被外门长老抓来当苦力的，结果遇到了妖兽袭击，跟大部队走散了。真是可怜，相逢即是缘。这里瘴气极重，你才炼气期，撑不了多久的。吃了这颗避障丹，能保你一世平安。谢谢上宗大人。这分明是流云宗的失心骨丸，一旦吃下，生死就由施术者掌控了。若未在3小时后服下解药，心脏都会被蛊虫啃食殆尽。小兄弟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危险了，不如跟着我们流云宗吧。不过前方那个峡谷里有一处很小的幻阵，我们修为太高，进去反而会触发大阵反噬。你修为低，进去正好。你只需要拿着这根绳子，一直往前走30步，帮我们看看阵眼在哪。
我们就在后面保护你，如何？林师兄，这傻子真信了。不过，一个练气3米腹的废物，能帮我们趟开血符煞阵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，全是一帮伪善的狗东西。准备好破阵符，等那阵法里的千言血符被他全部引出来分食他的时候，大阵必会露出破绽。我们趁机冲过去。阵法触发了，那小子被血符包围了。检测到极致的背叛、算计与致死恶意，扫描仇怨目标刘云宗、林玄，筑基中期，共5人，已自动将5人标记为群体仇敌。系统判定恶意极强，背叛因果成立。想拿我当炮灰，想看我被万夫撕咬？来吧，咬我，用力咬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肉，有什么东西在咬我的肉？林师兄，林师兄，救命！林师兄，我的眼睛被吃掉了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个，还你。就凭你们，也想踩着底层的尸骨往上爬？下辈子招子放亮一点，有些炮灰是会折寿的。名门正派，真是富得流油啊！单是林师兄的戒指，就有5万多块下品灵石，上百瓶疗伤和回气的丹药，外加一件防御类的极品法器。这是什么？老家伙，看来你说的地脉火莲，早就被这群名门正道给盯上了。小祖宗，这帮正道伪君子最喜欢拉帮结派。地脉火莲这种能重塑完美雷火金丹的天地奇宝，他们肯定早就联手封锁了内圈。咱们现在单枪匹马闯进去，怕是有些扎手啊！扎手？他们人越多，我就越兴奋。这地图上标注了，内圈外围有一条剧毒无比的废血沼泽，那是天然的屏障。他们想进去，绝对舍不得用自己宗门弟子的命去填，遭殃的一定是底层散修和杂役。我可太了解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了。走，咱们去给这帮大宗门当一回苦力。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，都给老子动起来！饶命啊，大人！那废血沼泽的毒气太重了，我的灵力护罩撑不住半炷香的时间，走不到沼泽中心去打桩，求您让我歇一口气吧。歇一口气？耽误了圣地天骄们采摘地脉火莲的吉时，你这条贱命赔得起吗？你们这些底层的垃圾，能为圣地和我们大宗门铺路，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既然走不到中心，那留着你也没用了。大人，我来扛这根桩子吧。哼，就你这副骨瘦如柴的样子，扛得起1000斤重的沉血黑底木？大人放心，小人以前在宗门就是干苦力的，有一把子死力气。哟，还真是个天生的贱骨头。既然是天生的贱骨头，那就多干点，给我走到沼泽最中心，把木桩打下去。若是敢停下半步，老子现在就做了你。打得好，上赶着的冤大头，那老子可就笑纳了。检测到极其强烈的欺压因果与草菅人命的极致恶意，扫描仇怨目标狂刀门监工、筑基中期以及周边30名狂刀门弟子，已自动将目标标记为群体仇敌。系统判定底层压迫因果成立，当前伤害转移比例90%。老魔，把你压箱底的跑路禁术给小爷拿出来。燃骨魔步，以自身腿骨为心钗，瞬间粉碎骨骼，燃烧骨髓，换取超越极限的恐怖爆发力与速度。可副作用会导致双腿骨骼彻底化为齑粉，终生残废。哼，好东西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动不了了！救命！有大阵反噬，快跑啊！各位大人，这苦力活儿我干得还算合格吧？
地脉火莲，可这火莲虽好，但绝不好拿。火莲根须扎在地脉深处，一旦用蛮力强拔，就会引发地脉虎毒的反噬。更要命的是，与火莲伴生的六眼熔岩龟，可是货真价实的4阶妖兽，可有隔空取物之法？有的，祖宗，有的。此诀以自身经脉为丝线，强行拉扯天地灵物，副作用嘛，每次拉扯，施法者的奇经八脉都会被极限拉扯紧绷，轻则脉络撕裂破损，重则经脉尽断。好极了，不过嘛，得先装样子，阴这些正道弟子一手。一群废物，连一朵火莲都摘不下来，本圣子养你们何用？圣子殿下息怒，那老龟皮糙肉厚，且与地脉相连，我们的阵法根本困不住他。想要取莲，除非有人愿意做饵，强行引开老龟，再用大神弄顶着地脉反噬硬拔。圣子大人饶命啊！圣子大人，小的知道些门道，这火壶内的东西啊，不能抢，只能吊。哪里来的疯子杂役，敢在太一圣子面前大放玄词？用吊的，那是地脉火莲和4阶大妖，你当那是后山臭水沟里的泥鳅吗？罢了，既然你说你有办法，本圣子便信你一回。若是真将火莲吊上来，本圣子重重有赏。检测至极致的利用灭口与草间爱情的恶意，扫描仇怨目标：太一圣子萧玄、金丹初期以及其麾下20名圣地精英护卫，已自动将目标标记为核心群体仇敌。系统判定阴谋谋杀因果成立，当前转移比例95%。这帮正道杂碎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才这么一会儿就对我起杀心了。好在还有剩余的毒息肉，正好拿来打窝了。世脉千丝诀，开！给我起！圣子，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有人布阵偷袭？我的经脉，我的灵海，到底是谁竟敢暗算本圣子？大家小心一些，太一圣地的遭遇太过诡异了。给我上来！没想到这千丝诀，连火莲外液的灵力也给吸过来了。圣子，小人已将火莲奉上，还望圣子兑现诺言。畜生，滚开！我没拿火莲啊，本圣子乃太一。小子，糊弄得了低智的妖兽，可糊弄不了我们。将火莲交出来，否则你必将死无全尸。老魔，金丹期的雷劫应该比筑基期的刺激多了吧？小祖宗，你这就要结丹了，还是当着这些名门正派的面直接吞服火莲？据说地脉火莲引来的是九霄灭世雷，那可是死劫呀！现在该让这群自诩正道的名门大派替我扛点雷了！父子尔敢！岂有此理！这小畜生是嫌命长吗？竟敢在我等面前当众将这灵物据为己有！警报！检测至宿主强行吞服天地奇珍地脉火莲，宿主肉身与灵海无法承载庞大能量，即将爆体而死。检测到周围存在大量高强度敌意目标，扫描仇怨目标：圣地残存护卫流云宗、狂刀门、玄水阁等6大正道宗门，外加4阶大雁六眼熔岩龟。系统判定绝杀因果成立，爆体反噬伤害转移已启动，分担比例100%。杂碎们，小爷今日心情好，便带你们尝尝鲜，体会体会这天劫的滋味。我的丹田，我的天！是火毒反噬，那小畜生把吞服火莲的灵力重新转移给我们了。逃，快逃出密藏内环！好，我离火拿命请客，你们谁能不领情？天劫，他吞了火莲，
竟然在这里引来了金丹天劫！疯子，这小畜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天劫之下不分敌友，我们全都会被雷劫劈成飞灰的！烈火大爷，求求您收了神通吧！我们不抢火莲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！不，我是天命之子，怎么可能死在一个杂役手啦？来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监测到灭世紫雷，毁灭东击，万敌渡劫法满载运转，锁定周围所有敌对气息。离火！我太一圣地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这才是修炼的感觉啊！老魔，你这法子不错，就是太费仇人了。这么大一波韭菜，一次雷劫就给我劈没了。祖宗说的是，这他妈是人，分明是披着人皮的洪荒魔兽。别人渡劫九死一生，这祖宗渡劫那叫无人负我青云志，我他仇家至山巅。这雷劫动静如此之大，秘境结界都快劈碎了。各大宗门的掌场、化神老怪肯定都察觉到了异状。太一圣地圣子死了，流云宗、狂刀门也全军覆没。那些老东西，估计已经把出口围得水泄不通了吧？碎了。进入秘境的弟子命牌全碎，流云宗的命牌也碎了，长老圣子正死他，命牌也碎了。就他一个人出来了，小杂碎！我太一圣子的命牌碎裂是你干的吧？你把圣子怎么了？别喊了，老家伙！你们那些什么圣子、长老、天骄都在里面给我当柴火烧了。我看他们烧的还挺旺，现在灰都已经扬了，就不用等他们。王王，区区一个刚突破的结丹境，竟敢屠戮我等宗门天骄！诸位同道，今日绝不让这魔头活着离开洞皇！杀了他！在如此多诛金丹境面前，怕是不足以让我脱险。若再强行引雷渡劫，劫后虚弱气只会沦为待宰羔羊，还是再让老魔拿点禁术为妙。老魔，给我一门范围最大、能让人痛不欲生的群攻禁术，还有那个差点要了你的命的东西，也拿出来交给小爷。小祖宗啊，群攻禁术倒是牛本业火焚心诀，可那万使不得啊！还有上古极道禁术生道诀，一旦瞬间爆裂，换取高于自身2个境界的灭世一击，可用过之后神魂俱灭。若非老魔当年有8品养魂丹，早已形神俱灭了。好得很，少废话，拿来！唉。真期待这碎丹殉道诀的威力呀！检测到漫天杀意与围剿因果，扫描仇怨目标，前方冲杀而来的372名正道修士，已自动将目标标记为群体仇敌。系统判定绝杀因果成立，伤害转移比例100%。业火焚心诀，杀！好怕！我的灵海起火了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妖术？哪怕是元婴老怪，也不可能一招秒杀300个同阶修士啊！这还怎么打？真是歹毒的邪法，竟然能无视护体真气，直接点燃修士内府灵海，此子断不可留。今日若让他逃了，整个东荒正道将永无宁日。小辈，本座承认你这邪法有些门道，但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，任何邪门歪道都是徒劳。太一秘法，天威龙印。小魔头，给本座死来！老家伙，你这龙盘的真好啊！检测至元婴其大能的致命杀意，扫描核心仇怨目标，太一圣地护道长老明火上人元婴初期。系统判定注绝地力高级因果转点成立，伤害转移比例100%，剩余40%的反噬将由宿主自行承担。小爷等的就是你，看看是小爷先没命，还是你这老杂的3仙碎！
老夫修真300年，岂能折在你一个碎丹的小辈手上？不可能，金丹已碎，你怎会？300年够久了，该死结了。你这个妖孽！这老东西活了几百年，修行法门虽然老旧，只要逻辑通了，这些功法换个写法，自然就成了禁术。从今往后，我这个废物就是这世间最大的禁术。小弟，看你的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我这里有本秘籍。等等，这本不适合啊。还有。磨蹭什么呢？林晨师兄的丹炉又炸了，赶紧去清！系统加载中，欢迎来到万仙来朝修仙网游正式服。什么玩意儿？发什么呆？干活 ！NPC 王胖子。NPC？ 你他妈说什么？管事大人，你头顶上那3个字是谁给你写的？我看你是真傻了！检测到语言冲突，杂役管事王胖子 NPC 情绪值愤怒，玩家看什么看？凌晨，赶紧扫，烦死了！怎么回事？站起来，是法力压制吗？管事大人，您知道玩家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说什么疯话？没什么，我这就去扫。提示：你已初步认知世界真相，解锁观察者被动技能。物品鉴定中，破损的零件碎片。什么破丹炉？明天不练了，刷副本去。系统，明天受潮测练的刷新点在哪？后山东坡。好，组队的人齐了吗？齐了，就直接传。触发支线任务：受潮战场的余烬。管事大人，又干嘛？明天受潮试炼，后山战场需要人打扫吧？那种地方血腥的很，没人愿意去。你要去？我扫了3年地，什么脏没见过。行啊，你他妈总算干了件人事儿。明天寅时，后山入口等着。玩家吃肉。当前任务：生存清扫受潮战场，危险评级低。汤也轮不到我。我捡骨头。天亮之前扫完，耽误宗门清点战场，我扒了你的皮。破损的剑矢白色无价值。蚊子腿也是肉。碎裂的皮甲片白色，可回收做低阶材料。破损的符箓残灵力已失。屁用没有。提示：积少成多，杂货回收商收购一切修仙废料，估算价值3到5块下品灵石。获得断裂的骨簪，获得烧黑的铜钱，获得妖兽断牙。大哥，别吓我！清风狼金盒绿色品质，价值约20灵石。
这狼尸体还在，清洁工来扫了吗 ？NPC 会收拾的，不管了。BOSS 刷奖区在东边，快走。提示：你在高风险区域停留过久，建议尽快撤离。物品鉴定中，破损的储物袋初级，下品灵石 X2， 物品脸悉树残叶，掩盖灵根变动，老子最缺的就是这个。资产更新，总资产估值约35到40灵石。扫完了，扫完了，干净了，干净了。你这一身泥，掉粪坑里了。管事大人说的对，战场太滑，摔了一跤。去。提示：首次独立拾荒行动评价 B 级，解锁新功能背包初级。明天捡装备。买东西还是修东西？鉴定一样东西。NPC 老周。什么东西？垃圾！我知道是垃圾，但我想请您看看能不能修。我说垃圾就是垃圾，滚！中了！鉴定费。你一个月月钱多少？3块。那你哪来的5块？捡的。哪儿捡的？战场。小子，战场上的东西，有些是有人故意扔的，有些是有人不小心掉的。你捡了，不代表就是你的。这东西不是战场上掉的。那是什么？是被人特意丢进炉子里烧的。你看这边缘烧融的纹路，不是炼丹炉炉的余温能造成的。这是有人用真火强行融化它，想毁掉它。那它是什么？是一枚剑刃碎片。铸剑的人手艺不差，至少是紫色品质以上的飞剑。紫色。碎了之后被人藏进废招里，想偷偷带出丹房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人被发现了，跑了，这东西就落在了炉灰里，没人管了。物品鉴定完成，暗青色剑刃残片，估价80到120灵石。急什么？您还有什么吩咐？鉴定费5块，我收了；修复费15块。怎么，嫌贵？我没钱。哼，那就把东西留这儿，凑够了再来拿。周师傅，您行行好，我一个杂役。杂役怎么了？杂役就不是人了？杂役就能白嫖老子手艺？金风狼晶核价值约20灵石。行，15块，一颗晶核底了，少领5块，拿上你的破铁片子，滚蛋！小子，以后捡到好东西，别往坊市里带。那往哪儿带？山下镇子
有个胖子姓金，他什么都收，别跟人说是我说的。资产更新，暗青色剑刃残片。提醒：此物品在宗门内可能引起注意。宗门之内不能露白，只能往山下走。等我把这东西卖了，老子就不扫地了。哟，老周介绍来的吧？快进，快进！NPC 金符，你今年多大？16。在青云宗干什么的？扫地。扫地好啊，不招人恨。带什么好东西啦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飞剑碎片。废你娘的剑！这是半柄子剑。什么半柄？你看这儿，这不是碎裂造成的，是被人生生掰断的。这柄剑原本至少紫色品质，被人掰断之后，剑身一分为二，一半被人带走了，另一半就是你手里这块。另一半呢？不知道，但好东西从来不单着走，只要有握着半柄，就一定会找另外半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东西烫手。3天前，有个穿黑袍子的修士来过我这儿，问我收没收到过一柄断裂的暗青色飞剑碎片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没有。他说如果有消息，去青云宗外门找他，赏金300灵石。你猜他是谁？他没说名字，但他腰上挂着一块令牌，刻了个字儿：林。林晨在找他。他没说是林晨，但林家在青云宗内门势力极大，你掂量掂量。系统暂勿解除。你已触碰主线剧情边缘。你说的容易。我不碰你，我绕着走。是谁？林师兄的人？废话，林师兄问你，前天下午丹房后院当值的是谁？丹房后院前天是小唐啊，咋了？他进去之后做过什么？碰过什么？拿过什么？拿一个扫地的能拿什么？他就清炉渣呀，清完炉渣之后就走了。你亲眼看见他走了？我送他到院门口，我就回来了。林师兄说了，前天他炸炉之后，炉渣里少了一样东西，谁碰过炉渣，谁就有嫌疑。那炉渣除了小唐，没人碰过啊。那就把小唐叫出来，林师兄要亲自问他。现在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谁让你说话了？我那天去丹房后院倒个水桶，就在小唐之前，我没碰炉渣，我就倒了个水桶。你倒水桶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炉渣堆里有东西？没注意，我就倒完就走了。这俩都带过来，林师兄要问话。我不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对了，王胖子，你刚才说那个扫地的叫什么来着？小唐。小唐，行，待会儿林师兄问完这个再传他。小唐哥，你惹上事了。死鸡，别问我。管事大人，你他妈还敢出来？你知不知道林师兄的人有多吓人？您刚才是不是说了只有小唐碰过炉渣？我说错了吗？那天不就你在清扫？您能不能改口，说当天有3、4个人都碰过炉渣？改什么改？我凭什么替你？
你哪来的灵石？您别管，您就帮我改一句：当天经过后院的人不止我一个，小石头、小柱子，还有您本人，你也过去看了一眼。我本人？您就说您自己，您是管事，您过去巡视很正常，人多了嫌疑就散了。凌晨总不至于把整个杂役处全扒干净。你是个狠人，您帮不帮？帮，但只有这一次。你那天清炉渣的时候，到底拿了什么？没有。提示：你已成功转移第一波注意力。凌晨一旦发现小石头一无所获，会再次追查。建议在未来3日内避免出现在任何灵性玩家的视线范围内。外门任务：打扫藏经阁顶楼，贡献点5，可重复截取。藏经阁顶楼，小唐，外门扫地的，查，把他3年城进宗到现在每一天干了什么，全查清楚。藏经阁顶楼，提示：你当前前线不足，建议寻找历史手札、弟子名录、长老日记等分类。限制阅读，权限阅读，全阅读。赵玄清，青云宗第7代长老，陆此策于道历472年，若后人得切记宗门之命，不再供法，再人物。今日见林世子入内门，古灵时期，修为筑基，寻常天才也。然其言语间屡斥系统2字，问之笑而不答。林世子晋升金丹当日，与剑琴密会一黑袍客自称管理员，于藏于屏风后，闻可言此界灵脉可续30年，届时需重启。尔等玩家可前往新服。NPC 销毁赵玄清。别信玩家，别信宗门，信自己。小唐，你在这扫了一上午了，怎么还没扫完？回老师傅，这顶楼灰太厚了，我慢慢来，扫仔细点。赶紧的，下午有人要用这层。哎，好嘞。赵玄清，你把命搭进去，就为了藏这个东西。林世子密会管理员，此界灵脉可续30年，届时需重启。30年，现在是第几年？提示：你获得关键线索，赵玄清手札。此手札若被任何人发现，你将被立即清除。金福、老周、赵玄清，你们都知道，但你们都没死。不对，赵玄清死了，因为他说出来了。这2天有没有一个外门杂役来过你这儿？这坊市里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小的天天忙着数钱，哪能个个都记清啊？没注意到有啥外门杂役。凌晨要找的东西，谁也藏不住。若有隐瞒，这切清风镇的坊事便换个人来做吧。查。物品：赵玄清长老令牌已失效，原主人死亡。检测到同源灵力共鸣，碎片为药参，非药石为药心，解锁完整密池签字系统。系统。杂役处所有人原地站好，林师兄亲临。林师兄，这就是杂役处了。玩家凌晨。哪个是小唐？那个
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唐？是的，他脑子有问题。回师兄，这小子打小就傻，经常干活干到一半发呆流口水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检测到金丹期灵力探测，自动触发敛息术伪装。灵根变动微弱，杂灵根无异常，就是个废物。对，废物，纯废物！那天丹房后院青炉杀劫，是他一个人。不止，那天还有小石头、小柱子，还有一个外门过来帮忙的好几个人。对，小石头，我们已经送过去给您的人问了。叫小唐的，从明天起调去内门杂物队，负责清扫丹房走廊和炼丹室周边的地面。内门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小人马上安排。你听见了？他调你去内门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，离他近了反而安全。他要真想弄我，不用调我过去，当场就能捏死我。他调我，说明他不确定。不确定什么？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拿过他的东西。那你到底拿了没有？你猜？我不猜。凌晨不是来查老子的，他是来把老子当饵吊在眼皮子底下的。只要老子在内门露一丝马脚，就是万劫不复。饵也是双刃剑，你把我放在嘴边，进入内门区域，就不怕我砍你嗓子？管理员权限系统级，当前在线。碎片的下落查到了吗？还在找。最后一个接触碎片的 NPC 我已经调到了内门。叫什么？一个扫地的，叫小唐，智力低下，没有危险。智力低下的人拿得起尖字药？什么意思？尖字药分为碎片和密室两部分，碎片在炉渣里，密室在赵玄清的令牌里。碎片消失了，那密室呢？我查过藏经阁，赵玄清的令牌不见了。谁拿的？管理员大人，你们后台查不到物品流转记录吗？日志显示，藏经阁顶楼在3天内有 NPC 进出记录，身份杂役，姓唐。那个扫地的，正是。他就在内门，我现在就去抓他。怎么？你刚才说他智力低下？我亲手测过他的灵根，杂灵根，精神波动微弱，确认是无威胁 NPC。那他就是装的。你以为这个世界里所有 NPC 都按程序走？赵玄清当年也装了23年。装的？一个 PC？ 赵玄清，那个写手制的长老，装了23年，也就是说，赵玄清早就觉醒了。觉醒 NPC 的数量正在增加，这很麻烦。下一轮重启之前，需要彻底清扫。清扫所有 NPC？ 所有觉醒了的 NPC， 普通背景板不影响游戏平衡，可以留着，但觉醒的一个不留。另外，我刚才扫描后台时，发现一个异常数据，有人在本区域截取了一段实时影像。什么？就是说有人截图了。我追踪了截图的发起端，设备 ID 指向当前场景中的一个 NPC。设备 ID， 你触发了系统的一步监测，10秒内离线号。谁在那里？坐标已定位，东南方向。人不见了。我的坐标在你前方3丈处，草里。当前状态：敛息术，对方金丹期神识扫描下，你与一块普通石头无异。草太密了，看不清楚。你不是木灵根，感应不到。算了，他把截图上传到哪里，我能追踪。只要他下次联网，就能定位。你们要重启世界，然后杀光觉醒的 NPC。赵玄清，你装23年，还是没活下来。但我今年16。
哎，那个扫地的，丹房门口一堆碎物捡，去扫了。是，仙师，马上去。赵玄清装23年，被发现就死了，那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。系统，我能不能主动连一次网？主动联网风险极高，可联系同类觉醒 NPC， 是否确认？连了就暴露，不连我一个人玩不过他们。确认，正在连接觉醒 NPC 通讯网络。又进来一个。ID 身份。我是小唐，青云宗杂役，扫地的。扫地的。青云宗，赵玄清在的那个青云宗。你认识赵长老？认识，他是我上线，3年前他失联了。新来的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重置？听过，管理员亲口说的，还剩20多年。不止青云宗、灵剑宗、万寿谷、天机阁，全修仙界15个大宗门，全是游戏场景。重置是整个世界的清除，我们叫它格式化。我是灵剑宗铸剑坊的学徒，我现在每天给玩家铸剑的剑籍里藏一道暗纹，那种只有觉醒 NPC 才能看见的标记。标记做什么？找人，找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但太慢了，3年才找到2个。我是天机阁洒扫，我有天机阁的传讯阵权限，每次玩家用传讯阵，我能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。玩家们管我们叫背景板。有玩家发帖问，要是 NPC 造反怎么办？玩家怎么说？管理员回帖了，就一句话 ：NPC 无法攻击玩家，这是底层规则。NPC 无法攻击玩家，这意味着我永远不能直接动手，我打不过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最低级的玩家。也就是说，规则不允许我拿刀。但管理员没说不可以变现 ，NPC 不能攻击玩家，但 NPC 可以引导玩家互殴，借用玩家之手清理另一个玩家，诱导玩家走入高危区域，这不违反底层规则。干过的。去年天机阁一个觉醒 NPC 把2个玩家引进了禁制阵里，2人互砍到死，管理员查了3天，最后判定玩家操作失误。但我们有更大的问题。管理员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觉醒普查，上次普查我们频道里5个人，现在只剩3个。那2个呢？被清除了，从世界上消失，没有人记得他们，连他们扫过的地都没人发现变脏了，因为管理员连脏都抹了。新来的，你刚才连接频道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自己的坐标是否被记录？主动联网会发出信号，管理员能捕捉。你接入了多久？什么？超过3分钟了，你很可能已经被标记。断线，快！警告：管理员已侦测到异常通讯信号，坐标正在锁定中。大半夜的你跑什么？管事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哼，林师兄让我来查你的工位，他说今天下午工具间有灵力变动。你他妈在干什么？我刚才拿水桶打水，天黑没看清，踩翻了。踩翻了？你踩翻水桶为什么要往外面跑？我怕挨骂。你跑什么？我真怕挨骂。小唐，我跟你说实话。你说。林师兄让我查你，但我没告诉他实话。什么？那天丹房后院，我不仅去看了，我还看见你从炉渣里摸了一样东西，但我没告诉林师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之前你给了我一块灵石，因为你是杂役处唯一一个没在背后骂过我死胖子的人，因为我他妈也是 NPC， 你觉醒了对吧？别装了，我看得出来。
我觉醒5年了，比你早，但我不敢动。我刚才收到一条系统推送，说附近有觉醒 NPC 在主动联网，我一猜就是你。你想活着吗？想。那就别在工具间里联网，管理员能定位。明天辰时，0天后面的柴房，只有我一个人当值。来。王胖子是觉醒的，王胖子装了5年，他主动暴露给我。他说他看见你那天在单房门口掏东西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先绑了。他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前天晚上，你从单房后院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好去倒夜香，远远看见你往怀里揣了东西。2个选择：一，我做掉他，以0天意外被妖兽叼走报上去，林晨查不出什么。2，你来说服他，让他闭嘴，跟你一伙。但他如果告命，咱俩全完。小唐哥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啥也不会说，你放了我，求求你了。你怕死吗？怕死了。怕死的人，有时候会为了活命出卖别人。你觉没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对劲？你有没有觉得凌晨那些人跟咱们不一样？他们说话怪怪的，有时候对着空气骂，还说什么系统刷新掉率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些的？8年前，那次我在后山捡柴，听见2个外门弟子说这 NPC 怎么挡路啊，反正会刷新。我当时吓坏了，躲树后面不敢动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出来看，地上什么都没有，被砍的人呢？刷新了，从世界上消失，连尸体都没有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你想活着吗？不是被刷新那种活着，是真正的自己说了算的活着。想。那就别哭了，从现在起，你看见的东西烂在肚子里，谁问都不说。松开。你确定？他如果告密，第一个死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王胖子，王胖在不在？你们巡查队。王胖子，林师兄说你这几天跟小唐走得很近，问你话呢。来了，谁呀？哟，李仙师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你柴房藏人了？藏什么藏？我在这分0天的干草，怕人来偷，自己锁了门。你要不信，进来看看。不看了，林师兄让我通知你，下午未时，小唐去丹房正门口集合，林师兄要带他一起进一趟丹房密室。密室？对，林师兄说他需要一个打扫密室的杂役，指名要小唐。密室？什么叫密室？丹房底下有个地宫，那里面全是凌晨私藏的东西，他从来没让任何 NPC 进去过。那为什么让我进？因为他怀疑你，他要放你进密室里，看你会不会动手。什么意思？那些东西全是副本里刷出来的高级装备灵药卷轴，你要是拿了任何一样，门口有阵法监测，你一碰他就知道了。那我不碰。你进去了，他就能用检测阵法扫你。密室里面的监测比外面强10倍，你身上的密石、铁盒、手札全会被扫出来。那不进去行不行？不去，那就是抗命。你有2个时辰想办法。密室里的阵法是常开还是手动触发？手动，林晨本人站在法阵核心上才能启动。那他启动的时候必须站在一个地方不动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启动阵法的时候，注意力会在我和他身上，不会注意别的。你擅长爬窗户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上次小柱子偷藏肉干，是你半夜翻窗给他递的。你看得见？我什么都看得见。下午未时，我进密室，凌晨启动阵法扫我，他必须站在阵眼不能动。那个窗口期大概多久？30息左右。30息够不够翻窗进去摸一件东西再翻出来？你要我从外面翻进密室？你不翻进密室，你翻进密室隔壁的通道。王胖子说密室下面有地宫通道连接灵脉，那个通道有没有入口？有，密室东墙背后有一条通风道，成年人钻不过去，但你瘦的像根柴，你钻得过去。进去干啥？进去之后，把通风道尽头的风灵砖抽掉一块。抽掉砖干啥？让灵脉的灵气泄露出来。阵法靠灵力运转，灵气一乱，扫描精度就会下降。你怎么知道风灵砖的事儿？赵玄清的手札里写的。
单体地宫东墙通风道第3块砖为风灵砖，抽之则灵气息。你连这都知道了？怕不怕？怕。怕也得上。下午不去，以后就没以后了。行，我干。进来。站到阵眼上去。提示：检测到金丹期扫描阵法正处于待激活状态。别动，扫完就放你走。你怀里揣着什么？回仙师，一块干粮，我怕下午饿，揣了2块饼。饼？对，饼。杂役处的早饭剩的。什么声音？没听见啊！警报！检测到灵脉泄漏，当前区域灵力浓度异常上升。灵脉怎么会泄？当前扫描效9%，你的储物袋未被识别，所有物品标记安全。检测风灵砖被动过又塞回去了，石头上残留着一道擦痕。没送。你刚才说，你一直站在阵眼上没动。没动啊！仙师您让我站这儿，我哪敢动？那墙根下的脚印是谁的？仙师，我之前来之前，在墙根那儿蹲了一会儿。蹲？我有点紧张，怕进密室冲撞了仙师的宝贝，就蹲在墙角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可能踩了水。我的人昨天说你在灵田那边待了很久，跟谁？王管事，他训我，说我昨天扫地不够仔细。王胖子训你？对，骂我废物，骂了半个时辰。行了，扫完了，你出去吧。谢仙师。等等啊，你刚才说你蹲在墙根平复心情，那你是面向墙蹲的，还是面向密室蹲的？面向墙。为什么面墙？我怕。怕什么？怕回头看到仙师的宝贝，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，看一眼就值我半辈子月钱了。哼，你倒是老实，滚吧。哎！获得解码时尖字药匹配件，状态未注入。尖字药已激活，可开启任何系统级封印。林晨追碎片，他找密玺，他拼命追半柄子剑，但他不知道赵玄清把这3样东西拆成了3份：碎片藏炉渣，密玺藏令牌夹层，解码石埋在风灵砖后面。本世界底层规则第0条，所有 NPC 皆可被格式化，但不可被删除，唯一例外，持有尖字令牌者。是我，不可删除。小堂哥，你还没睡？没睡。你一直在说梦话，什么删不删？我问你一件事。啥？如果让你选死或者变成一张白纸，什么都忘了，你是谁？你扫过几年地？你认识谁？你恨过谁？全没了，但你还活着，你选哪个？那跟死有啥区别？死了就没了，但白纸还有机会被重新写上字。谁写？管理员。他们把我们格式化之后，重新输入新的人格、新的记忆、新的任务，然后再放到游戏里当背景板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活过，我们甚至不会觉得自己死过。那不就等于被做成一张新的纸？原来的那个人彻底消失了。管理员管这个叫回收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睡觉，天亮再说。格式化，不可删除。
这解释了为什么管理员不直接杀了赵玄清。他们杀了赵玄清，底层规则会报错，所以他们是格式化了他。赵玄清被格式化之后变成了谁？变成了一个不认识自己名字的新 NPC， 继续在青云宗扫地，或者挑水，或者……赵玄清手札里写死期质疑，他以为自己会死，但他不知道底层规则 ，NPC 不可被删除。赵玄清可能没死，他可能被格式化了，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活在某个角落里，永远不知道自己曾经姓赵，曾经写过那本手札，曾经拼了命想把真相传下去。提示：尖字令牌持有者可免疫格式化。赵玄清的碎片是从管理员那里捡的，管理员丢了碎片，但解码是在风铃砖后面谁放的？赵玄清放的。他把碎片藏如渣，密藏令牌夹层，解码是埋在风铃砖后面。3样东西分3处藏，哪怕自己被国式化了，尖字效应不会被一锅端。他把解码石留在风铃砖后面，因为他不敢带在身上。管理员能感应到完整令牌的位置，他怕自己哪天被格式化了，连解码石也一起交出去。提示：此令牌可开启任意系统级封印，包括记忆封印柜。目前距上次清空9年零11个月。国式化的人记忆还在柜子里。赵玄清可能还活着，他只是忘了自己是谁。当柜子打开，他就能想起来。1个月，够了。管理员以为格式化就是终点，但他们忘了一件事：格式化之前的人还活着，等着被记起来。1个月够吗？赵玄清格式化日期倒立4372年，但他最近一次被系统扫描记录是3日前。